在古老的西藏啊，一直流传着魔女晒尸的风水传说。为了镇住这罗刹女呢，精通星象堪舆术的文成公主啊，在西藏修建了12座镇魔寺，以改善藏区的风水。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西藏史上最强风水文成布阵镇魔女的故事。大唐贞观15年，公元641年，一支浩浩荡荡的宋钦使团呢，长途跋涉护送文成公主呢入藏和亲。和亲使团走到白海，文成公主呢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夫君松赞干布。松赞干布啊，年纪轻轻呢就已经统一了辽阔的吐蕃，成为雪域高原崛起的一代雄主。他统辖的吐蕃王朝呢，在当时成为仅次于大唐的第2强国。在文成公主到来之前呢，松赞干布就已经娶了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可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从这万里之外的大唐再索取公主呢？原来啊，在雪域西藏一直流传着一段美丽的传说。松赞干布、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呢，3个人是身负使命，为的是让神性的光芒呢重新回归到藏民的心中，同时成就一段千古姻缘的佳话。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出生后有一天呢，这观世音菩萨呢俯视下界，看到了吐蕃人民遭受的苦难，慈悲的菩萨呢流下了2滴眼泪，化作了一白一绿2尊女神，各自转生为大唐和尼泊尔的公主，将来呢到西藏帮助松赞干布呢教化雪域。另一种说法，随着唐太宗的降世，菩萨呢看到向西藏弘扬佛法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从身上绽放出光芒，普照吐蕃。从菩萨右眼放出的光明呢，投向了尼泊罗，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尼泊尔。最终光明进到了王妃的腹胎中，王妃足月之后呢，便诞下了一个小公主，她就是日后的尺尊公主。从菩萨左眼放出的光明呢，照向了中土大唐，进到了大唐王妃的胎腹中，转生为日后的文成公主。这文成公主自有天赋出众，无师自通，通晓星象、风水占卜、阴阳八卦、堪舆等奇术，是大唐王室少有的学霸才女。为了使西藏这块蛮荒之地呢，成为藏民日后可以赖以生存和居住的福地，菩萨放出的光明普照雪邦。只见从菩萨胸口释放出的光芒呢，进到了朗日松赞王妃的胎腹中，转生为小王子，他就是日后的松赞干布。小王子出生时天花飘降，如雨垂落。因为这样的缘起所以呢，远在3地的松赞干布、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呢，齐聚在雪域高原。时间再次回到视频开头的那一幕，松赞干布亲自到白海迎亲。藏王和文成公主呢，返回吐蕃的途中翻越了巴颜克拉山，据说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整个西藏全貌。藏王手指着拉萨的方向兴致勃勃地告诉文成公主，在那里为她修建了一座布达拉宫。文成公主天资聪明，她心里清楚如此宏伟的布达拉宫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那本来就是藏王为了尺尊公主而修建的。如今尺尊公主还没住进来，却被藏王拿来讨好自己，尺尊公主会不会因此醋意大发，和文成来个宫斗呢？不过这文成公主志在方外，和别人争风吃醋这码事儿还真不是她关心的重点。当松赞干布率领迎亲使团走到绕木齐时眼看着布达拉宫就在眼前了可此时这车马呢却突然陷入了沙洲当中，无论军士如何用力始终都无法前进半步。文成公主展开秘术，开始进行推算，发现这一带正是这北方恶龙的栖息之地，若是不收服它，日后恐降下更大的灾难。于是呢，文成公主决定是安营扎寨，命令军士在沙洲的四周打上木桩，围上白幔将带来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呢供奉其中。在西藏的教史中说文成公主说念动咒语，顷刻之间是飞沙走石，沙洲颤动，继而是佛音齐鸣，转眼间呢便恢复了风和日丽。为了彻底镇服这恶龙文成公主将此地呢修建了一座寺院，这就是小昭寺的由来。说到了小昭寺就不能不提另一座寺院大昭寺。这大昭寺的建造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之后呢，带来了释迦牟尼佛的8岁等身像。她一心想在西藏弘扬佛法，
于是派人动工修建寺院。可这几次下来呢，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是怪事频发。这白天呢，工人们正常修建，可一到这晚上刚刚修建好的寺院呢，就会遭到鬼怪的摧毁。赤尊公主一直是耿耿于怀，只是苦于没有应对之法。当听说文成公主通晓星象、占卜和风水八卦等神术呢，于是赤尊公主命婢女带了一升金沙作为赠礼，打算向文成公主寻求帮助。请公主指导我修建神殿的地形，当我的神殿建成之后呢，你也可以修建神殿。由于具体要在哪儿修建寺庙呢，赤尊公主完全不知道，所以请文成公主亲自推算一下。这一推算呢，可了不得。这一场浩大的镇魔工程从此在西藏展开了，而整个工程的总策划师呢，就是文成公主。根据西藏王臣记载文成公主呢运用风水秘术、80种博堂术和五行算观察法呢，推算出整个雪域的风水布局为魔女晒尸。这西藏地形呢，酷似仰卧的罗刹女，而这罗刹是恶鬼的通名。魔女晒尸是个险恶的风水阵，要镇服这个躁动的罗刹女谈何容易于是，一场镇魔斗法在西藏拉开了帷幕。在西藏史诗《格萨尔王羌格大战》中都提到，上古时期呢发生了一场神魔大战。这罗刹女败下阵之后呢，被神打到了下界，她的身体仿佛被贴了一道封印，仰卧在大地之上呢，无法站立，形成了一个活脱脱的魔女晒尸。当时的藏地荒无人烟，这魔女呢并没有对人类呢造成危害。直到一天呢，住在13层天上的天神之王呢，顺着天神的绳梯垂降到神山顶上，来到了人间。恰巧被正在举行祭祀的祭司们看见了，于是合力将他抬了回去，做了西藏的第一代王，也就是吐蕃王朝最早的国王聂赤赞普。来自天界的聂赤赞普开始统治西藏，教化雪邦，也为吐蕃众生建立了与神的关系。继他之后呢，又降下了6位神子，做了吐蕃王朝的王。当他们完成各自的使命之后身体呢会化成一道彩虹，返回天宫。但是直到第8代藏王止贡赞普时这个狂妄暴虐的藏王在一次决斗当中竟然割断了天神赐予的登天绳梯。从此这吐蕃人便失去了与神的联系，整个民族的灵魂呢也仿佛失去了归宿和依托。由于失去了天神力量的震慑，从此这罗刹女是疯狂躁动，为西藏带来了很多灾难。俗话说，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罗刹女的身躯之庞大，占据了西藏大大小小的山川河流。西藏百姓的许多苦难，包括战争、杀戮、瘟疫和动荡等等都是来源于此。铸坚史记载，文成公主说，若要修建神殿，要先镇妖伏魔。然而除了魔女占据整个西藏之外呢，藏地的东南角又像厉鬼游行之地西南角呢又是妖魔鬼怪聚集之所。此外还有贡巴山地形呢，像鳄鱼勾引和吞食小螺。朗额家的天空十分的狭窄，像极了一把利剑。而萨额家呢的地形像是一个猪鼻子。这些个地形要么就是自带煞气，要么就是不祥之兆，都是险恶的风水。文成公主建议以海螺呢镇压水怪地煞，以大鹏呢震慑黑蝎地煞，以红塔震慑黑魔地煞，以雄狮震慑这大象地煞。当这些镇妖伏魔的事情完成之后再用白山羊从彭波运来土时呢，填平卧塘湖，也就是这魔女的心血聚集地，然后才能够在上面呢修建神殿。对文成公主提出的一整套的风水方案赤尊公主是心悦诚服，也放下了先前的醋意和戒备。从此二人是齐心协力修建寺院，在西藏是弘扬佛法。当这些地煞都被镇服后呢，赤尊公主又按照文成公主所说的征集了1000只白山羊，驮土填湖，这才修建了大昭寺。整个藏区调理风水的大工程都是在文成公主推算的基础之上呢，修建了大昭寺，然后又在魔女的2肩、头、2胯、2肘、2膝盖以及4肢等处呢，修建了12枕边寺，这才镇住了躁动的魔女。据说这12座镇魔神殿呢，是镇住魔女的12不疑之钉。文成公主超高的风水堪舆术，在这项改善藏区风水的工程中是展露无遗。经过几十年的苦心调理文成公主呢，把一个荒蛮的地带呢，逐渐的打造成了高等学院，直接升级了西藏文化。
朱坚史还说文成公主带来了汉唐占卜300部风水吉凶妙算书。从公主带来了大唐文明开始这西藏便刮起了前所未有的学院风。所以后人评价说，松赞干布何止是娶了一个公主，简直就是为自己和西藏娶了一个能力超强的国师啊！文成公主修建的镇魔12寺呢，如今已经过去了1300多年。这12只不一之钉虽然经过了朗达玛毁佛法难，似乎有这么几只呢已经松动了。不过法难之后呢，藏传佛教逐渐形成了一枝独秀，深深的植根于西藏。即便在1000年之后，藏区又遭到了中共的打压，仍旧保持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信仰。这么看来文成公主对藏区风水的调理呢，也影响了1000年以后的藏区格局。如今的西藏寺院林立，佛院遍地。据不完全统计呢，大约有3000座寺院，就像是千百个镇魔钉子钉在了魔女身上。这罗刹魔女再怎么折腾，也只能是乖乖的凉在原地了。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